你好，大家，我叫艾利克斯，欢迎你们来收听第三季我们的播客。这个星期的话题至于一个问题：一个人发挥潜能最需要的属性是什么？是激情、纪律、专注，还是其他什么？所以，Johnny，你好，你好，大家。你的啊、看法嗯关于这个问题是什么？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其实我想你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有两边的，因为一边是如果你要说人家的呃全不是potential，how do you say potential in Chinese again？潜能，也潜能，如果要看大家的人家的潜能，潜能是看他们会赚钱吗？是这个潜能吗？还是他们的身体的，还是开心，还是平安来？你要嗯看你要找得到什么，就嗯要想这种问题的。但是我一直在想的时候，我第一个的感觉是最重要是纪律吧，因为如果你有纪律，你想得到什么，你可能会得到的，不嗯是说如果你做这种事情你会得到的，是看时间的问题而已。嗯哼，没所以错。最基本的就是纪律吧。嗯哼。那你那觉得呢？我不知道，我认为对这个发挥潜能的问题，我认为你说的对，这个潜能有比较扩大的意思，对吧？但我认为对我来说，纪律的重要性不如你建立的习惯，无嗯论是吃饭呀，还是锻炼身体、学习演奏乐器或其他什么习惯，如果能创造并保持每天的习惯，习惯就慢慢变成你自己的一部分。嗯然后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纪律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是习惯，所以你很愿意做的，不需要花什么意志力，是容易做的，因为现在是你自己一部分。嗯，但是人生其实有两个原因，你要做什么事情，是因为你不想要痛苦，然后嗯另一边你要得到快乐，所以每天你的激动会可能不一样的。有时候我不想做什么事情，我都不会做的。我不想学中文，那我每天可以不做的。但是如果我要进步一下，可能最重要的是距离吧。如果我不想做，但是我勉强我自己做，学一点点，跟你做这个博客啦，嗯那我会进步一点点。如果我每天都用这个纪律吧，那不算说如果我可能会到这边，我嗯一定会到这边。嗯哼好像如果我从我这里，我现在住在悉尼，嗯如果我走西边，我可能有一天我会得到 Perth，the Western Australia side，right？所以西边的澳洲啊，所以如果我每天走一步到西边的时候，有一天我会得到那边，我会到那边，不说我可能会到，我一定会到的。所以我觉得距离是那个最基本的东西。如果你还有兴趣，你还有激动，你有不别的东西，那会把你的距离更多更快得到你嗯，想要的东西。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没错。嗯那你怎么教给这个生活教给你的孩子？
纪律，哦，这个因为很难了。我认为纪律就很难教。嗯，很难叫。但是我觉得应该距离是好像你读书的时候，有时间你不想读书，但是如果你可以做一点点，好像如果我可以念书5分钟，可能我念这种书有一点兴趣了，那嗯然后5分钟变成10分钟，嗯，变成15分钟，然后会变成1个小时吧。所以，是是。如果我每天慢慢做一点点，可能我会呃多一点兴趣去做吧。是，但这个听起来不是纪律，不是纪律。现在我要说德语，我只有德语词汇在我脑子里不是纪律，就是习惯，你创造的习惯，你建立的习惯。比方说，你开始建立习惯的时候，是很重要，避免好高骛远。那就是说从小到大做，那就是说，如果你的目标是今年看完20本书，首先嗯每天应该努力读5页，因为这个是容易达成，然后可以慢慢的加业。我认为就是想哥啊、你刚才说的想法，在我们，我认为在我们互联网年代，我认为问题就在于很多很多人有很大的梦想、很大目标和要快速达成。嗯刚开始他们积极性很高，他们打算每周看完1本书，每天读50页。后来2个星期，他们发现原来的计划就拔苗助长，那就是说现在积极性降低了，和他们没有兴趣继续这个习惯，没有嗯纪律。和我自己我也犯了一模一样的错误好多次，嗯，所以我认为，呃你说吧。我觉得你的日常工作需要与结果保持一致吧。所嗯以，如果你每天有放你的纪律进去吧。所以，如果我是你要嗯、做武术吧，嗯哼，我每天都要练，所以每天我要放1个小时做这种事情是，啊。然后，如果我这样子的做，我每天练，等到5年后，我会跟现在呃进步了很多。我可能如果要做比赛还是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得到的。但是如果我每天说给自己有一个选择今天手有一点痛，脚有一点痛，我不想做的，然嗯后1天你没有做的，两嗯天都变成你没有做的，然嗯后你想得到的什么东西都得不到。嗯对，如果我不想不想那个答案的事情，我是想我每天可以做到什么东西，然后只要看时间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嗯，没错没错。嗯但对我来说，因为我记得我开始武术的时候，嗯我只是16岁，很年轻，嗯和有些人看我做武术，我做的每天武术，和他们认为嗯这个人很有纪律。但说实话，我自己我认为我不知道我有纪律，然而我有热情，我有激情，是因为嗯我喜欢做柔术，所以嗯，我做是很简单，其实很简单。很简单。但从外面来看，别人会说哦，这个人很有纪律，很有纪律。和我认为嗯这个也是
可能对学习中文来说，学习中文是很长的路程。因为我喜欢这个过程，这个学习的过程，我喜欢学字，我喜欢努力提高我发音。所以我认为，如果你喜欢过程，而你不太在乎未来的你未来的成功，那这个也是很重要。如果你喜欢过程，那几率不是很重要吧？但是我觉得有意思，但是有时候因为每天我们人生的生活有很多东西可以发现的我有3个孩子，如果有一天我的孩子要我做什么事情，我可能做不到我想要做的事情但是等到那时候我可以去睡觉，还是我可以做我想要做的事情，还是我做我的用我的纪律来做学一点中文还是什么东西？如果我选了去睡觉，那如果你没有纪律的时候，每一次你要做你的事情的时候，会有别的东西会出来的，给你这种机会，可以选这个今天没关系，我明天做吧，没关系，明天做了，然后1个星期过去了，你都没有学到什么东西，所以我一直都觉得纪律是最重要的，因为每天我要学习，如果我做一点点，我走第一个步做一步而已就可以了，因为我不像每天我可以认为我自己可以有那种失败的感觉，今天我没有做到没关系，明天可以做，明天可以做，到几年了都可以做，但是到你的生活的完成了，还有机会吗？对，所以最重要的是每天可以做得到。你有激动的时候，太棒了。那你有激动的时候，你可以做更多一点，但是你也是要知道这个是要看长的时间，不是看短的时间做。人家学柔术的时候，他们会每天都去，但是到有一天身体太痛了吧，不可以去了，我1个礼拜都没有去，等到2个礼拜、3个月了，很难回去的，因为我的朋友都进步了，然后我现在后一点我觉得有一点丢脸吧所以我不想再去的时候，但是如果你好像我们学柔术的时候，今天我穿那个白带，但是我知道，如果我没我用纪律去做，如果我每个星期只是会去3次，每个星期，有一天我会得到我的黑带了，不是今天，可能不是2年、3年、4年，但是有一天我一定会得到这种黑带的，所以所以我觉得纪律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我认为你说的有道理，因为你刚开始做武术，当你你穿白带的时候，你是武术馆最软的人物吧？所以在一年时间内，一般来说，所有人比你大了，就是说，所以真的，你刚开始柔术的时候，你必须一往前走。和我认为纪律，对，在这情况下是很重要的。但我也认为这个问题就取决于个人性格吧，因为我们都有不同的属性。有些人要达成很崇高的梦想或目标，也很愿意牺牲快乐为了未来的成功。就是我认为纪律一方面是牺牲现在的娱乐、现在的快乐，为了达成
未来的目标或未来的成功，对吧？但我认为其他人更重视放松和玩的社会方式，可能固定的薪水对他们很满足，他们不太愿意努力，每天的努力我个人比较像个第一种人，我一直都要努力学习或锻炼身体，做武术等等。可以说我的热情总是很强烈吧，但我也认为这个并不是说这种社会方式是百益无害的，因为我在这条路现在很长时间10年多了，和现在我承认我的自我价值，我 my self worth 或 self esteem 就离不开我达成的东西和成功。那就意味着我需要成功为了快乐。和几年来，我在探索怎么改变这样态度和包容更多的轻松和娱乐在我生活里面，但是还是一个过程吧，是很难。你有什么？你的经历是什么？你有同样的经历吗？还是因为你也是好像是一个要很努力成功的一个人吧？你做那么多事情，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就是想得到快乐嘛，但是你得到快乐的时候，有一天你会你会有难过的，因为这种心情会改变的，有时候是好高的，有时候很低的，所以最重要的是找到你自己的平安。嗯这个如果你的心里都是平安的，有开心也好，不开心也好，但是你要想你有没有喜欢你自己？因为我们小时候，我们长大的时候，我们有我们的父母吗？每天都有父母在，去学校的时候有你的朋友在，所以等到有一天你出去你的父母的家里的时候，找你自己的家，然后你知道你是一个人吧？那时候很多人就会觉得很极端的孤单的 lonely，very lonely，right？所以他们有两种选择，第一选择是 OK，我不想一个人在家里寂寞了，我去找朋友，去外面玩。所以你想得到的是快乐，你去找快乐的事情，你找快乐的事情，但是你还没到此为止这种心情，你自己的心情，想你爱不爱自己，你可以看你自己说哦，没关系，没有人在我也 OK 的。所以要用一点时间来考虑一下，看你自己的心情，看你你自己有没有爱自己吧。如果你真的有爱自己，那什么东西发生的你都很 OK 的。但是如果你不爱自己，什么事情你得到什么东西都不够了，得到很多钱也是不够的，因为你一直都是想你自己一个人不够的，所以所以我觉得长大的时候很重要的是你得到你得到如果你要到什么位置，你努力做的，然后你得到的时候，但是你得到的时候，你会想还有什么事情吗？我以为我得到这种事情，我的人生都会改变的。得到钱，我的人生都会改变的。但是得到钱的时候，你只是会一直想，哇，这个钱不够，我还要再赚多一点钱。是那什么时候都够吧？没有够。所以，但是这种事情是因为你自己想你自己不够。所以，如果你可以好好看你自己，好好跟你自己
谈这种心情吧。我自己够，我什么都做的也无所谓。因为人生的在看时间的时候，我们在这种地方一段时间吧。等到100年的时候，我们会在吗？不会。所以要看你的自己的人生，你怎么会得到这种感觉？你做什么事情都够了吧？你满意了。如果我做什么事情都满意的，那如果我得到多钱，还是多爱，还是多什么东西，多朋友，都是很好的。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打开了一个比较呃比较内心的感觉，讲这种事情很多人都没有自己想过到这个，我们只是想我们要得到什么东西，我们要得到快乐，我们不要痛苦，我们只是想这种东西，我们没有想过满意。哇哦，你很有智慧，师傅，你智慧。不好意思我国语不太好，所以很难解释这种事情。如果我们讲英文，我可以解释的更多事情，但是我来我认为你做。说的非常好，我认为你说的非常好，没错没错。对，我因为另外一方面是在我们现代社会，因为我们都住在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在澳大利亚还是中国还是奥地利，我们都住在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资本主义就告诉我们，你应该对你自己不满足，因为你需要卖东西，那当然需要赚钱买东西。所以，找车子，找物质，找对什么东对西，对，我得到这个大的物质，我会很开心的。但是是，是我得到那个物质，你会想哦，好了，我要拿一个更大的物质，一对对。山高还有一山高，是不是？没错，没错。所以我认为，在这个环境，在这个情况下，很多很多人有这样感觉，他们对自己不满足，因为他们环境告诉他们，你应该对你自己不满足，因为你需要卖东西，啊、或你需要成功，你自我价值就离不开成功，离不开你达成你的目标或你需要努力提升你的社会地位，然后未来有一天你会啊、终于你会发现你有快乐，但我认为这个算是一个故事，是资本主义的故事吧，但我认为并不是健康，我认为这个这个态度不是百益无害的。嗯，对嗯。对是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吧，因为并不是对，说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好处，因为现在我认为我们的物质的东西，我们物质生活现在是呃非常棒，我认为，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危险，我们可以放松轻松的。但另外一方面是说，资本主义是说，对你有那么多物质的东西，但不是不够了，总是不够了，你需要努力，你需要得到更多，所以对，坚持一个矛盾吧。对对。如果大家在看我们讲这种事情的时候，你有什么意见，请告诉我们。是是，请告诉我们对，因为我认为在这一季我们的播客，我认为我们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评论呢，你们要评价我们，请评价我们和分享你的意见给我。那 Johnny，谢谢今天的谈话，我认为是很有意思，和我期待我们下次的播客。拜拜大家。